跟考试的经历之后呢，就来分享一下我怎么准备雅思，然后怎么考到7分。首先是听力的部分，我非常推荐一个网站叫做小站雅思，那它也有托福的，所以我准备托福也是用这个。它有 App 也有网页版，上面就是有剑桥雅思的题目，然后是4到12回。现在剑雅好像已经出到14回了，所以它13、14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。可是你可以去别的网站找，像是智科或是考满分也还不错。但我自己还是喜欢小站，因为它的界面跟考试的时候界面很像，而且整个风格我比较喜欢啦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，它听力的部分可以调语速，所以你刚开始可以先听一般的，那熟悉之后会调快一点点，就像自己平常先练习听很快的，那正式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般语速很慢，就是听觉上你会比较可以去准备下面的问题，因为你听起来会比较慢，然后也可以预防你正式考的时候太紧张漏听。那我是有空就练听力，大概每天都会听完1回，像正式考的时候一样，因为其实它1回不会花到你很多时间，大概才20几分钟。我觉得听力很重要，如果你一天没听，你可能整个语感就会跑掉。然后我总共考试的时候，我其实4到14回我全部练了3遍。那也不是要盲目的听，最好是练完1篇就重复听自己刚刚漏听到的地方，然后错题、订正、归纳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就可以知道你平常最容易出错的是什么题型。像我自己就是地图题的时候会很容易乱掉，可能因为那个方向感不太好，听到后面就是会搞错方向。那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不擅长什么题型，就多加强这个部分。小站雅思也有个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依照题型练，那你就可以有空多加强。然后听完之后，刚刚听不懂的单字或是听不懂的发音也都要记下来，这样下次听到的时候才会在脑中自己 highlight 起来。然后听力也要注意一个部分，就是一定不要拼错。然后在考试的时候要先看题目，它要求的是几个字，不要人家也写2个字，然后你只写1个字在。考前的时候，如果你现在心里默念说哦好，等一下的答案是要2个字，那你就会注意去听2个词的东西，这样会让你心里先做一个准备，然后也会预防你漏听太多。那其实听力是最简单的一科啦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日常对话或者一些上课探讨的内容不会到太难，就是多练习就好。听到你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听得懂，大概就可以拿到8分。那正式考试的时候一定会很紧张的，就尽量的放轻松，不要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，因为一定会有漏听的时候，就自己心里这样想就好了。如果你漏听了一个，你先不要太紧张，赶快先看下一个，你搞不好后面就是用推敲或删去法还是可以找出答案的。其实错题的空间还蛮多的，错10题你还是有7分，这对大多数的同学来说7分应该已经都有达到学校标准了，所以就不用太紧张。总之绝对不要空白，因为答错也不会倒扣，所以你一定要作答，有答有机会嘛。然后有些人习惯听到答案会先写下来，然后最后检查的时候再打到电脑上，但我自己觉得这样太慢了，因为你可能在写的过程中，你下一题很快就出现，那你就会没听到。所以我建议还是多练习自己的打字速度，然后听到就先打在电脑上。那如果你真来不及打的话也没关系，像我习惯的方式就是先拼出前面的字，然后最后检查时间的时候我再把它补上。比如说这题是 dolphin， 那我就会先拼 DOL， 所以我之后再回来检查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是 dolphin。那作答的时候也是很有技巧的。那前面录音档还在讲解考试的内容，一定要先扫过后面文章全部的题目，这样可以让你心里有先做个准备，等一下会听到什么主题或是内容，然后也可以让你先知道说后面的题型大概是怎样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2个技巧就是，通常在转折语之后的几乎都是答案，但也不太一定，可是你听久了就会发现，考官的语调在转折语之后会特别不一样。比如说他前面都是很平淡的讲，可是他突然讲了一句 however 之后的答案几乎会是你需要用到的答案。所以如果你有时候听到已经乱掉，但是你突然听到一个他很强调说 however but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好，我现在要注意专心听了，前面什么都不要管了，先专心听后面的。
好，那再来是口说的部分。我刚刚有说我选择补习是为了口说跟写作，那有些人会选择省下补习费，然后自己自修也是可以。但我自己的读书习惯还是觉得说要先跟别人练习一下对话。那刚开始练口说一定会很卡，因为平常就已经很少在接触日常对话了，除非是你有自己额外去补一些 Tutor ABC 那些线上的真人家教。而且很卡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就是从小已经很习惯背答案，我们不太会去思考，所以刚开始的过程会有点辛苦，因为你要自己去思考说你需要讲什么内容会比较符合答案。比如说你最喜欢的艺人是谁，为什么？你可能会说我喜欢周杰伦，因为他唱歌很好听。可是你必须要讲够长，一个问题不能够太短，不然会显得你内容很空洞。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多补充一些，比如说，他很有魅力，因为他还有去好莱坞拍电影，或者是他很有钱，就是他有娶到一个美丽的老婆之类的。如果刚开始没有想法，也可以先参考其他同学或老师的答案。所以这也是补习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有其他人的答案，你可以先参考，然后再内化成自己的想法，以后都可以用到。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因为 Part 2也是需要讲非常久的时间，2分钟以内，但通常你要讲到1分50秒。刚开始对我来说很困难，因为我就是很没有想法，或者是我会自己词穷。那如果你平常学会在本子上面记点子的话，在 Part 2也非常实用，因为它会给你一张纸嘛，让你记下你等下需要讲的想法。那这边你就可以在1分钟之内快速的记一些关键词，让你等一下不会词穷。我说我推荐的 App 是雅思哥，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，因为很有名。它更新很快，而且你可以录音听自己刚讲的答案有什么出错的地方，或是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然后上面有其他同学或是补习班老师上面录音下来的题目，你也可以去参考。通常他们都是8到9分这种神人，但我们不需要到这么高，我觉得7分就差不多，所以对大部分同学来说都很够用。那如果习惯了口试的考法、基本的文法还有沟通方面都没有问题之后呢，当然也要记一些转折语，然后让自己的分数更高。比如说 from my perspective， 还有 in my opinion 这种的，不要一直说 I think， 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刚开始也是。但其实如果一直讲 I think， 会让考官觉得你不会换字。那也可以用一些idiom来获取加分的机会，像是如果遇到家人的问题，就可以用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， 就是血浓于水。这种听起来高级的idiom。然后如果遇到工作方面的问题，可以说 no pain no gain， 会让考官觉得你比较口语化，然后又可以活用的运用一些有程度的idiom。但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打好基础，基本的文法还是不要出错，因为如果太明显的文法出错的话，影响到你的顺畅度，也是会被扣分的。阅读的话，一样是练习小站上面的健雅，全部练习。我每次也都是会练习整整1回，这样3篇都可以练习到。反正就是平时就要让自己为正式考试的时候做好准备，最好整个练习的流程都跟正式考试是一样，但会让你随时都做好准备，然后也不会那么的紧张，因为跟你平常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。那练习的时候最好就是要边计时，看你自己写完1篇会花多久时间，最好1篇文章要在15分钟以内。这样正式考试的时候才可以预留一些检查时间，让你 double check。那电脑考的好处就是阅读它可以按右键，然后有一个 highlight 键，我觉得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像是有一些重要的人名或是时间年代，你就可以先 highlight 起来，然后之后找答案就会非常的快速。再来就是一定要多了解一些同义词，因为雅思很讨厌的地方就是它会一直换字嘛。比如说文章出现了 children， 可是题目却用 pupil 问你。那这时候你不知道 pupil 什么意思，就非常的难找答案。那电脑版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 review 的功能，像是你如果已经在最后一题了，可是它可以显示说你哪一题还是空着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跳到那题去写答案。还有就是电脑考它有复制贴上的功能，所以呢有些填空题你怕你自己拼错的话，你就直接复制贴上答案，这样是最保险的方法。再来我的一个技巧就是你拿到题目的时候，你先看3篇文章的难易度，因为它题目的内容不会像是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是从简到易，它有可能是难、简单、中等这样，所以当然是要先写最简单的那一篇嘛，就是先省掉大部分时间，预留给后面很困难的文章一些时间让你去作答。除了看3篇文章的标题去分辨说它难易度之外，也可以看它的题型。如果这一整篇都是填空题，然后是在讲动物啊，或者是历史文物之类的话，它通常是比较简单好定位的。然后很多文章都是需要你去找这段的标题，那这个就会相对难一点，而且它会有很多混淆的题目，那这个就放在后面写。然后再来就是雅思阅读最讨厌的地方就是 false and not given， 这个刚开始我真的分辨不出来，但这也要靠自己的经验跟多练习。
那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呢 false 是要很明显的错误，例如说这个历史人物他在1978年出生，可是题目却说他在1999年出生，那这就是很明显的错误，这绝对是 false。那 not given 通常都是没有提到，或者是文章跟题目在各说各话。像是我这边有举一个例子，这篇文章提到说有些人他收集娃娃，他只是简单的想要扩展他的收藏，或者是出于他自己的兴趣，还有这些娃娃的材质。但题目是说到随着时间的演进，越来越多人会买娃娃。那它这个很明显就是完全没提到，或者是各说各话。然后还有一个分辨 not given 的技巧，就是如果它只列出一个可能性，或者是太武断的句子，通常也都是 not given。像是文章说橡木的树皮很厚，可是题目却说橡木的树皮是最厚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比较词跟最高级的语法，通常都不会是正确的。还有像是文章说橡木的树皮很厚，可是题目却说只有橡木的树皮是厚的，那这个太武断也是不正确的。再来就是写作啦，大部分的同学对写作都不太拿手，因为我们习惯写中文的作文就是要起承转合嘛，然后也不要一开始就破题，要多包装你的词汇。但其实英文的写作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如果你太过于包装，会让考官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。那其实英文作文就是刚开始就可以先破题了，让读者知道你这一整篇文章的立场，跟你这篇文章的主题。写作我也觉得是需要补习的，像有些同学可能不熟悉这些规则，或是平常都没有在写英文作文，就像我一样，那就很难进入这个状况。像如果你自修，可是如果你上网查一些范文，然后单纯照着范文写的话，会让考官很明显的知道你是在抄或者是照着模板写，那这样分数也不会太高，因为外国人还是希望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。补习的好处就是有拿范文嘛，然后老师也可以帮你批改，就不会让你自己在家一直犯同样的错误。写作的话，我大推 Simon 的范文，这个我会网址放在下面，都是9分的范文。那这些范文也是打破我很多迷思，像是一定要写超过它规定的字数啊，像是一定要大超过它规定的字数啊，或者是一定要用很艰深的句子或是单字去包装。那 Simon 的范文也真的是站得住脚的，因为他本身之前就是雅思的考官，然后他每一篇拿9分，所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，大家一定要去多练习。如果刚开始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写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先照 Simon 的句子去写，甚至刚开始是用抄的都没有关系，先了解说怎么样是好的架构。那小作文要练习的就是看图分析的技巧，然后刚开始如果不知道怎么分析的话，也都可以看着 Simon 的范文，然后照着他写一遍，之后你就会了解他思考的逻辑。小作文的话要多记一些分析词语来换字用，像是上升跟增加就有 escalate、increase、grow、climb。那我这边还有记一些大幅增加的词，像是 soar、skyrocket、boost、leap、surge。下降或减少的话有 drop、reduce、decrease、decline、fall。然后大幅减少的话有 dwindle、tank、sink、hit the button。这些都是我准备考试很久以来记下来的笔记，那就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非常有用，因为你在换字的同时，也是让考官知道你的英文程度如何。然后大作文就是要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立场跟举例，第一段就直接破题就好，然后之后再用各种的举例，像是正例跟反例去看你文章的可信度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。总之就是大家要多练习，然后保持平常心。其实雅思真的没有到很难，如果有接触 GMAT 跟 GRE 的，应该会觉得更难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1战7分，顺利考到自己理想的系所跟学校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如果我能够解决的，我就可以回答。毕竟我考了4次，花了很多钱啦。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呢，也可以帮我点个订阅。小 YouTuber 需要地方支持啊。那这样啦，祝大家考试顺利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拜拜。